下象棋，如果对手逼迫你对子，那么咱们如何掌握技巧，快速控盘呢？相信看过今天这局相信你在对子当中也会掌握其精髓巧妙招法。咱们依然是延续寻可炮的对局，再度为大家充分演绎。黑方进车捉炮，红方寻可炮，退车再捉，先手飞刀打车，平车一吃，反手再打车，黑方上马挡枪。接下来红方飞象，连续的不寻常走法，快速达到出子的目的。黑方也不甘示弱，既然这个车走了很多步，那进车下二线的话，一举两得，既有平车压马，还有平车倒钩马，势必要得子。那寻可炮的威力就展现出来了，既能往前打，还能回防一手。平车压住，既然这个马你交换的话，他也打过来，先手打将军，控车卡住象眼，红方直接弃子，黑方接受吃马，先弃后取，先捉炮，红方平车守住。接下来走到这里呢，前面我们讲了，红方攻不忘守，提前称势，暗藏布局，下一步棋就有非常凶狠的招法，相信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，直接可弃车砍炮，进炮打马，进车再吃，一车换二。如此的话，拔掉七路马，通过强行对子，巧妙攻势，达到中炮先手发出的目的。在前面讲了很多局，红方通过这个招法都是战胜了很多局。黑方改变策略，直接平炮跟你对车。显然黑方先前得子，在子力上面明显占优，多子猛对。红方接受吃车，黑方回马吃掉。接下来得回失子，进炮打掉马。那么在这里很明显，双方都是当头炮的情况下，3七路马守护中卒，谁能够先拔掉马，中路即将不攻自破。尤其是黑方先前跳边马的话，中卒失去一层防护。那么现在这里一打的话，黑方平炮打过来，接下来在这里咱们可千万不要走错了，感觉随手一招进车先手吃炮，但是黑方后手上马的话，守住中卒，固若金汤，如此的话，双方即将拉开时间战斗。那么在这里红方当务之急，最好的走法，一旦破马之后，势必中路快速出击。先手一打将军的话，黑方只能乘势，接下来后手再吃炮。那么走到这里，显然是当头炮的对局，谁能够先控制中路，谁就拥有主动权。黑方上马捉炮，那现在红方这个炮还不好往后退，因为你退炮的话，他顺势上马，既有想给你拔掉当头炮，同时先手踩着车，那将来马一旦上来的话，势必黑方反先了。所以在这里红方要抓住黑方的缺陷，平炮打象，先手形成闷攻。那么在这里我们来看看，如果你是黑方的话，这里会不会走出眼光招呢？可能我们常规的想法会想着进炮打象，象飞开的话，红方平车一吃，将来还是先手下底，这里还不能白送子，如此的话阵型还比较散乱，势必称势再度出将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来看看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倒不如直接出将，你反正要进炮打象，要沉底炮，这个走法出将，黑方有当头炮控制中路，内道有车，是不是还来了一个反杀呢？红方是不是要出帅，或者说飞象补强中路，黑方一炮打过来呢？实际上这个走法呢，黑方反倒偷鸡不成蚀把米。我们来看看，红方可直接进炮打底象，先手一将军将上2楼的时候，大家就会发现这个炮丢了。
如此的话，丢掉大子，只能倒霉认输。所以呢，在这里这个走法呢，看起来还可以，实际上是一个眼光招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就直接公布正确的走法。当务之急，黑方最好的策略就是士5进6，象已经是要丢了，是无可奈何。称势的话，是无论他进炮打象，还是现在走其他子力，黑方都是有先手打着红方这步车。那么当务之急，红方又有2路走法，既有平车吃势，还有进炮打底象。我们先来看比较激烈的先手打象一将军，黑方仅此一步，如此的话，红方必须得逃车了。那么在这里这一步棋啊，也是一个小小的技巧点，退几步是关键所在。这里就是要根据黑方这匹3路马，在大家子力双方阵型是差不多的情况下，谁能够控制棋盘，谁就拥有主动权。黑方马上不来，红方还有平车吃卒，先手捉马。那么当务之急，同样如此，我们感觉黑方可以出将，先手还叫杀。实际上这里同样是不成立，红方一出帅的话，马上不来，眼睁睁的看着平车杀卒，你现在退车回来的话，也是不起任何作用。感觉平车一吃，他在反手捉炮捉兵，但是这样的话，红方一走，黑方再反手过来，炮是不敢吃的，因为直接把马一吃的话，相信他这里吃兵的话，咱们退马，你进车吃炮的话，进车吃象，把车给抽了，如此的话，黑方就只能投降了。回到局面，咱们继续看红方第2路走法，平车破势。那现在的话，目前来说，黑方如果说出将的话，正好出帅进车砍势，2路走法的话，反倒提前破掉势象，将来很难防守。那么在这里，黑方抓准时机，快速上马，这匹马可谓是黑方最大的一个心腹隐患，也是后续的基本力量。显然黑方先上马，红方如何控盘呢？这也是本局非常精髓招法。退车一捉，马5进6走不到，马5进4的话，这里容易被牵制。那么当然它也是仅此的招法，马5进3，将来象位马可攻，同时一旦马跳上来的话，有卧槽挂角，看起来好像黑方已经反先了。接下来红方平车一杀卒的话，黑方就不敢擅离职守了。马一旦跳起来的话，将来进车砍底象，如此的话，他这里目前来说还没有杀棋，反倒丢了底象，将来底线呢是无子可防守。反观红方这里老家阵型目前来说还比较巩固，黑方纵然有车马炮3子，但是很难形成攻杀。为稳妥起见，只好先选择飞象防守一步。接下来红方也腾出手来，飞龙在天，顶住马腿。那现在马上不来的话，单车炮没有任何攻势，即便是出将的话，那这里咱们出帅，它也是无计可施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黑方采取退车，将来有机会的话形成对捉，缓解一手。当然主要的目的就是接应后方这一匹马。接下来红方会怎么走呢？冲兵，这也是攻不忘守，稳扎稳打的棋局走法。那下一步很明显，红方既有感觉可以平炮中路，当然也有平炮打卒，但是黑方可以反手这里捉兵吃马，如此的话就防止了这一手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黑方选择中路，将来回马，这里就破掉你炮架中路，或者说平车平炮打卒的走法。那在这里红方也不管了，直接打掉，主要运用一个核心思路，巧妙兑换子力，引诱黑马吃掉炮，形成一个残局。红方是车马，黑方是车炮，如此的话残局马胜炮。当然也是黑方残缺势象的话，咱们采用这样一个策略。
当然，黑方并没有上当，他选择中路爆发，进炮打掉兵，引诱红方上马吃，他来了一个反向对子。这样的话，形成黑方车马，红方车炮，显得他有优势。但是在这里，红方走得很稳妥。接下来这一步棋平炮，相信走到这里，下一步棋就要退车吃马。红方这个马前去还无门，后退不合适。我们来看，直接上马的话，平车一将军的话，就把它给牵制住了。那么接下来再多一飞象的话，这里车马就很难脱身了。当然，黑方也有退车先守住的走法。那如此的话，红方可快速调整阵型，快速冲兵，即将形成多兵，明显占优。好，我们来先看黑方的两路走法。首先说明飞象的话，感觉先手保住了马，看起来还不错。但是红方一旦进车的话，双象必丢棋。现在很明显，马不能动，吃着双象。如果说退象的话，进炮底线形成一个威胁，这里很明显又容易丢住防守力量。好，那么在这里这个走法呢，咱们就不做过多演示。黑方抓准时机，先手平车吃象吃兵，意在叫杀。红方稳固一手，那么接下来平车吃掉兵，但是这里会退车吃马，所以呢，把车走开之后，防止被牵制的话，他选择了飞象。这时候红方呢大摇大摆冲兵，黑方现在吃的话，红方直接来一个对吃。现在跳马的话，感觉也是可以跳起来，但是红方阵型稳固，继续往下发展的话，始终有先手吃足。如此的话，红方多兵也是红方必定大优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这局虽然没有前面杀的那么精彩，那么激烈，但是也是充分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对子的精髓和技巧。这一局就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了。